宋爷爷望着爱宝园区发呆良久，此时此刻他应该是在想念着千里之外的福宝吧。此时瑞宝和辉宝还在抢竹子吃，姐妹俩并不知道他们的姐姐福宝发生了什么。而宋爷爷看着瑞宝与辉宝活蹦乱跳的样子，很难不想到福宝刚1岁的时候。那时候的福宝也很活泼，时不时还有些小任性，令爷爷与姨姨们哭笑不得。福宝因此还被宝家粉丝们戏称为福公主。不过福宝从小就很黏着宋爷爷，而宋爷爷就是福公主的王牌带刀侍卫，为福宝遮风挡雨。但福宝最近的状态令人担心，这就是宋爷爷今天一整天心不在焉的原因。而江爷爷此时就靠在园区上方的栏杆上，他和宋爷爷一样在发呆，看得出来他也在思念福宝。我们福宝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在福宝发生异常抖动后，咱们这边很快就采取了行动，福宝将在内圈观察3天。而爱宝乐园的饲养员和兽医以及姨姨们也与咱们的专家及时沟通了福宝的状态。如果3天时间内福宝的状态良好的话，那他就可以再出去和大家见面了。根据最新消息，福宝的进食与排便都正常，各项指标也没有问题，还有过好几次熊猫特有的标记行为。看起来福宝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大的问题。下午的时候，徐奶爸还为福宝美美的加了一顿餐，福宝啃胡萝卜啃得很开心。其实有一种可能性，或许福宝是因为园区装修的声音所吓到了，就和咱们人类有时会控制不住的莫名抖腿一样，福宝未必就是产生了躯体化反应。毕竟当时福宝吃竹子吃得正香，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不适感。不过，而对福宝做一个细致的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福宝玩轮胎时，竟然被轮胎砸到了，这当然不能怪福公主笨，一定是轮胎坏。轮胎这下惹毛了他，福宝对着轮胎不断发泄着情绪。如果轮胎会说话，轮胎肯定在向福宝道歉。等等，轮胎好像坏了，福宝这是闯祸了。心虚的福宝赶紧离开了轮胎。轮胎成了这个样子，只能靠徐奶爸来修了。而福宝就在房子里静静看着徐奶爸修轮胎，不敢靠近徐奶爸半步，生怕徐奶爸发现是自己弄坏的轮胎。哎呀，这轮胎是谁弄坏的？并不是我福公主了，这一定是轮胎自己坏的。但徐奶爸心里跟明镜似的，毕竟整个园区只有福宝一只熊猫，真相只有一个。但徐奶爸当然不会因为这个就生福宝的气，福宝能这么活泼，才说明福宝现在的状态很健康。其实徐奶爸之所以在园区增加这个轮胎，就是为了让福宝发泄情绪的。目前看来是真的有奇效。不过福宝对轮胎太热情了，还没装几天呢，轮胎就成了这个样子。不过徐奶爸3下5除2就把轮胎重新固定住了。轮胎修好后，徐奶爸潇洒离去，福宝也在这个时候走出了房间。福公主走向轮胎，她这是来视察徐奶爸的工作了。她倒要看看自己的好朋友轮胎先生到底有没有被修好。福宝仔细端详着轮胎，随后走到了轮胎下面，还用头顶了一下轮胎，测试了一下轮胎的稳定性。福宝看到自己的轮胎先生安然无恙，表示甚感欣慰。徐奶爸又一次讨得福公主欢心。其实徐奶爸在福宝眼里应该是个英雄吧。福宝抚摸着轮胎，决定要好好珍惜它，起码这次要让轮胎坏得晚一点。福宝和辉宝在雪地里闹，你一拳我一拳，从台子上一路打到斜坡。妹妹辉宝落了下来，辉宝被瑞宝一巴掌推到了斜坡下面，正生着闷气。辉宝的小短腿蹬了半天，可算是爬上来了。可没成想瑞宝抬手又把辉宝推了下去。有仇必报的辉宝会咽下这口气吗？他慢慢接近小台子，渐渐靠近瑞宝。这难道是要和好如初吗？瑞宝突然拍了辉宝一下，拍完把腿就溜了。辉宝一愣神，才发现自己又被瑞宝捉弄了，赶紧追了上去。糟糕，瑞宝不小心滑到下面去了，这一下算是夺回好机会。辉宝气势汹汹的张开身子就压住了瑞宝，瑞宝连吃了好几个巴掌。辉宝看样子委屈上风了，瞬息间瑞宝抓到了机会脱困。辉宝想赶上去，却又被姐姐瑞宝不断推下来。瑞宝靠着大长腿很快就爬了上来，而辉宝的土豆腿在这时候又吃瘪了，爬到一半又溜下去，真的好可爱。平时瑞宝其实是文静女神一枚，但今天格外活跃，应该就是下雪的缘故，让姐妹俩兴奋坏了。喜欢雪的当然不只有小家伙瑞宝辉宝，他们的老爸乐宝也是非常喜欢雪的。为了能让乐宝玩得更舒适一些，江爷爷和圣熙阿姨一起来到园区，先给乐宝的园区收拾了一番。江爷爷用竹竿拍打着竹林上覆盖的雪，
以及乐宝常爬的树也进行了清理。姨姨们表示这和自己，因为江爷爷这活干的看上去很快乐。江爷爷玩完走后，圣谢阿姨又来了。圣谢阿姨在乐宝园区用模具堆起了雪人。姨姨们表示这些工作自己都可以免费干。一会儿，乐宝走了进来。年满12岁的乐宝在面对雪时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他在雪地里不断打滚，让雪裹满全身。一会儿，乐宝来到了小棚子上，发现自己的脚丫沾满了雪。作为宝家最爱干净的大熊猫，开始舔起了脚丫。除了爱干净以外，是乐宝发现自己的脚趾被化掉的雪粘在一起了。虽然动作不雅，但是真的好可爱。大家不用担心它们会感冒，熊在厚厚的绒毛保护下，其实很暖和。正因如此，熊猫其实喜冷怕热，一到初雪的时候，它们就会表现得非常兴奋。想到一个人的心是藏不住的，是什么让平时温顺的爱宝面露狠色？起因是今天爷爷在园区放置了一些王竹，而福宝这里比爱宝率先来到园区，福宝就认为这些竹子是自己先发现的，那这些竹子就是自己的。爱宝表示这么多竹子福宝也吃不完，于是便打算帮福宝解决一下。哪知小心眼的福宝看到妈妈吃自己的竹子，一下就咬在了爱宝的尾巴上。福宝这一咬，差点给咬断自己与爱宝之间的母子情。爱宝和福宝互不认错。第二天，江爷爷来到房间，看到爱宝和福宝谁也不搭理谁，母女俩对角坐。而江爷爷则做起了和事佬，让福宝给妈妈道个歉。福宝，你是不是对妈咪做错了什么？快给妈妈认个错吧。此时的爱宝缩在一团，从未对福宝有过如此的冷漠。爱宝独自一人去到隔壁房间吃饭，江爷爷偷偷对福宝讲，让福宝乖乖和妈妈认错。爱宝一个人给福宝带大很不容易。福宝听了爷爷的话，主动跑去妈妈身边和妈妈说话，试图缓和自己与妈妈之间的关系。同时再加上江爷爷在一旁的助攻，母女俩很快便重归于好了。瑞宝、辉宝从早上来到园区后就开始整活。先是辉宝看到妈妈此时在睡觉，不跟自己玩，辉宝对着妈妈的屁股就咬了一口，给妈妈的尾巴咬下来一大块，都快要给妈妈的尾巴咬脱了。完事儿还若无其事的爬到妈妈身上，跟妈妈继续贴贴。爱宝让辉宝老实一点，然后一把给辉宝搂进了怀里，让辉宝一起睡觉。但辉宝并不困，辉宝从爱宝怀里跑出来后，蹲在妈妈的竹子堆里，打算在里面产青团，但结果辉宝身体重心越来越向后，差点顺着竹子一起掉下去。而辉宝这里自己反被自己吓了一跳，这突然跑走的动静搞得爱宝也从睡梦中醒来，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辉宝早上的这一折腾，爱宝一直都没有睡着。都说爱宝每天睡觉比较多，但实际看上去，爱宝睡觉跟不睡觉时一样累，随时都要时刻警惕着园区的一举一动，担心着瑞宝、辉宝的安全。眼看妈妈这里已经不安全了，辉宝又跑去了此时正在饮水盆前喝水的瑞宝身边。辉宝上来就开始捣乱，为了阻止瑞宝喝水，辉宝上来就踩进了瑞宝的饮水盆里，在瑞宝喝水的饮水盆里面洗起了脚。辉宝现在的口碑已经不亚于4、5岁了。等瑞宝给辉宝赶下来时，可以看到辉宝不仅洗了脚，尾巴也洗干净了。辉宝今天被雷声吓的脚步都狂累，这一点辉宝要向他的福宝姐姐学习学习。今天爱宝乐园下了一天的雨，偶尔还伴随着雷声。下午爱宝和瑞宝正在小滑梯上，爱宝听到雷声，一下捂住了瑞宝的耳朵，让你不要害怕。而落单的辉宝听到雷声后，吓得立马爬到了树上。被吓得手忙脚乱的辉宝几次都差点从独木桥上掉下去。打雷下雨应该怎么做？这一点还得学习一下他福宝姐姐。当时福宝阴雨天爬到了树顶，这个位置离雷声更近，几声雷声响过，福宝吓得不敢从树上下来了。老宋头在树下哄了半天，福宝都不下来，甚至这时雨越下越大，老宋头站在树下淋着雨，还在陪着福宝，直到老宋头身上都要湿透了，老宋头才走回房里，但依旧没有离开，还是站在通道门口哄着福宝，劝福宝赶紧下来。一边伴随着雨越来越大，再加上老宋头频繁给福宝台阶下，福宝也不在树上坚持了，慢慢从树上爬了下来。但下来后也没有回家，而是趁着雨天有雷声掩盖，偷偷溜到了竹林里，掰了一根大竹笋。这波虚晃连老宋头都没反应过来，刚才福宝是被雷声吓得不下来，还是故意在树上寻找刺激？老宋头对自己刚才说的话重新反思了一下。当然福宝姐姐也有胆小的时候，那就是园区下冰雹时，下冰雹的声音远比下雨声大，福宝直接被冰雹声吵得慌乱的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
在园区应激了，跑到了李姨姨们最近的地方，想寻求一下安全感。接着又钻到了护栏里，这还没有完。之后冰雹声不断，这让福宝越加慌乱。最后又钻进了园区最隐秘的观景组里。这一次事情过后，爷爷对福宝安抚了好久。